用番茄和豆腐来做一道家常菜料理，来和大家分享不用烤箱、不用酵母就可以做出大人和小孩都很喜欢的披萨。这次的披萨呢，也很适合做多一点，然后放冷冻。要吃的时候直接用电锅来蒸，或者是微波一下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做菜前先来和大家分享，频道现在有了超级感谢的新功能，大家可以用低额支持巴拉妈，让巴拉妈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食谱、新影片跟大家分享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ristin 巴拉妈。看影片之前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，订阅是免费的哦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番茄和豆腐做这道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6朵蘑菇，把蘑菇切片。因为这次不会用到烤箱烤披萨，我想用平底锅烘烤的方式做披萨，所以披萨上面的配料选择比较容易熟的，或者是已经是熟的也比较好。我用了手边有的食材，就是凤梨罐头和玉米罐头这种比较容易熟的食材，还有豆腐、蘑菇、南瓜这一些。把蘑菇放入盘中，准备半块的豆腐，把豆腐切成片状。先从中间切一半，翻过来，再切一半。把豆腐放入盘中，准备20克的南瓜，把南瓜削皮。把削好皮的南瓜切下来，现在用汤匙把南瓜的种子去掉。把南瓜切一半，来切成片状，尽量切薄一点，这样子比较容易熟。把南瓜放入盘中，现在先来开凤梨罐头。这种凤梨罐头有时候就可以省得切凤梨的皮。把它取5片出来，把凤梨切小片点，这里再切2刀，把凤梨放入盘中，玉米罐头，准备2颗番茄，把番茄切一半，蒂头切掉。今天抹在披萨上面的番茄酱，用番茄来煮成番茄糊，先把它切成块状。把番茄放入食物调理机里面。准备30克的红萝卜，把红萝卜削皮。放红萝卜是为了等一下要打番茄汁，会让番茄的颜色看起来更红。把削好皮的红萝卜切下来，红萝卜切成块状，因为红萝卜是橘色的，打出来的汁经过熬煮过后会是橘红色的酱汁，就会很漂亮。把红萝卜也放进食物调理机里面。准备1颗比较小颗的马铃薯，把马铃薯削皮。把马铃薯切片，放点马铃薯进来，可以增加淀粉，可以让酱汁浓稠一点。再切小一点，比较容易打。把马铃薯放入食物调理机里面，开始来打。打好了，打成像这样子的泥状，现在来去煮酱汁。放入15克的纯素奶油。把奶油推一推，让它融化。已经融化了，现在放入番茄汁，稍微翻拌一下。现在来调味，翻拌到纯素奶油和番茄酱汁融合一起之后，现在来调味。3汤匙番茄酱，1茶匙盐。适量的2粒干粉，1汤匙糖，把调味料炒匀。锅边受热比较快，所以要把锅边的酱汁往内推。
不停的搅拌，免得粘锅底。现在已经拌匀了，而且也大滚了。这样子的酱汁已经煮好了。关火起锅，准备200克的高筋面粉，放入搅拌盆中，放入1/4茶匙的盐，1/4茶匙的糖。先把这些干粉类拌匀，拌匀之后放入2茶匙的橄榄油，继续拌匀。我这次用搅拌机拌匀，会比较顺手，也不会粘手。不停的搅拌到橄榄油和面粉融合后，放入80cc 左右的水，依照每个品牌的面粉调整水量。面粉吸水程度不同，水量要慢慢的加进来，大概分3次加进来。这次没有放酵母，饼皮就会比较是薄薄清脆的。如果是放酵母的饼皮，它就是松软有厚度的。上次我有分享过粟米血糕香菜披萨，那部就是有放酵母的。这次我做的就是薄饼皮的，它等下揉成团之后呢，表面看起来就会比较光滑，那时候就可以给它收成一个圆形。盖上一片布，等面团醒30分钟。面团醒好了，在细夹垫上撒上面粉。醒好的面团延展性更好，再给它搓揉一下，然后收成圆形。擀面棍上抹上面粉，给它擀薄。给它擀成平均的厚度，就是大约0.5公分的厚度，已经擀薄了，可以了。饼皮擀好了，把它放进平底锅里面，平底锅给它放点油，用细夹刷给它刷平均，把面皮放上来。用叉子随意的插几个孔洞，把刚刚煮好的番茄糊涂上来，边边也要涂到，这样子才有味道。接着放上纯素起司，这样子等下放食材上来，食材才会粘得住。把比较快熟的食材先铺上来，再来是凤梨，再来放豆腐，接着放南瓜，随意的给它平均摆上来，最后就是我最喜欢的蘑菇，最后铺上满满的纯素起司。可以来拿去瓦斯炉上面烘烤了。盖上盖子，转小火计时1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关火。起司都已经融化了，可以了。最后撒上2粒干粉。来试吃素食披萨。圣诞节的时候呢，想要让孩子有一点仪式感的话，可以做披萨，让他们过瘾，觉得好像是外面卖的一样，不用买，在家里吃，在家里做就可以了。薄薄的饼皮，也是不会到太硬，有软度。但是跟有放酵母的松软度口感很不一样，但是属于脆脆的，很好吃。我这样的时间烤啊，它的底部是没有烧焦的，金黄很美丽，然后上面的起司也融化了，然后菇也熟了。我切的薄薄的这个南瓜
也一咬就断了。熟有熟。这些凤梨呀、玉米更不用说，因为它就是熟的。用平底锅做很方便，不一定要用烤箱。不过你有烤箱也可以，或是气炸锅也很适合。这饼皮好吃，有脆度，很有嚼劲，太好吃了，整个融合在一起。我很特别，这是放了豆腐，因为可以增加蛋白质。大家可以试试看啊，像生日的时候也可以做这个，很有仪式感的给家人吃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、加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追踪 Facebook 还有 IG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！孩子家放学回来一定很开心。